迪这是要做交通界的六边形战士吗？造车还不够，现在连轨道交通都安排上了。就在最近，比亚迪为巴西圣保罗打造的云轨17号线正式通车载客，现场画面一出，直接刷屏各大海外社交平台，巴西网友都快激动的哭了，直呼等了15年了，还得靠中国基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3月31日，比亚迪在海外的首个轨道交通项目巴西圣保罗17号黄金线云轨正式通车载客，这条拖了10几年的烂尾线终于在比亚迪手里起死回生。通车当天，现场热闹非凡，州长亲自到场站台，和一众嘉宾搭着云轨跑了全程。列车内部的实景也首次完整公开，整体设计实用又精致，完全超出当地民众预期。圣保罗17号线不是新项目，最早规划要赶在2014年世界杯前通车，结果断断续续建了多年，2019年直接全面停工。那段时间，高架梁体就这么晾在城市主干道上，占着空间又没法用，成了当地有名的半拉子工程，政府和市民都很头疼。直到2020年，比亚迪正式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，事情才出现转机。接手后，比亚迪没推倒重来，而是围绕既有的梁体结构做适配改造，把列车、信号、供电整套系统重新优化。这条线工况条件很复杂，前期遗留的梁面超高、坡度大等问题，一般企业很难搞定。比亚迪专门针对这些难点做技术攻关，把云轨的适应性优势发挥到极致，爬坡能力、转弯半径都能匹配现有线路，最终实现全天候稳定运行，还配齐了任意位置折返、区域入侵防护、区间救援、疏散等安全功能，把风险点全部堵死。这次的通车仪式选在了孔格尼亚斯机场站举办，这里是线路端点，也是圣保罗重要交通枢纽。当天，州长塔尔西西奥·德弗雷塔斯、比亚迪巴西分公司总经理李铁等嘉宾悉数到场，剪彩后集体上车体验。而车站设计得非常简洁现代，屏蔽门、电梯、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，和当地的老旧地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列车外观是流线型设计，银白为主色调，搭配蓝色线条，行驶在高架上很醒目。真正让人惊艳的是车内空间，5节编组列车内部宽敞明亮，座椅布局合理，站立空间充足，每列最多能载600人左右。车厢采用大尺寸观景窗，乘客能清晰地看到城市街景。内饰以浅色系为主，没有花哨装饰，干净整洁。扶手、立柱、灯光都很规整，噪音控制到位，行驶时几乎听不到明显声响。和当地传统地铁相比，舒适度、通透感、安静度全面提升，这让不少试乘的当地民众直呼：真没想到它能这么舒适。而在技术层面，圣保罗云轨完全是比亚迪自研体系，列车搭载专用磷酸铁锂电池，配合第3轨供电，断电时也能自主行驶到安全区域。此外，它还采用 GOA4级全自动无人驾驶，不需要司机操作，停靠精准，运行平稳，电机、电控、信号系统全部自主研发，和比亚迪汽车技术同源，可靠性和维护成本都有优势，而且整套系统绿色低噪，每年能减少大量碳排放，完全切合城市绿色交通需求。对圣保罗来说，这条线通车意义不小，线路全长6.7公里，设8座车站，连接机场和城市轨道网，能和多条地铁换乘。以前机场到市区靠路面交通，高峰期堵车严重，现在坐云轨10几分钟就能直达，效率大幅提升。项目全面运营后，日均能运送10万人次，直接缓解当地交通压力。州长在仪式上明确表示，当初就需要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企业，比亚迪靠技术实力完成任务，列车在通信、信号、舒适度、安全性上都达到高水准。对比亚迪而言，这是云轨首次真正出海落地，从国内项目走向国际市场。过去大家总觉得比亚迪只是造车，现在从乘用车、商用车延伸到轨道交通，甚至造船、挖矿，全产业链布局越来越清晰，妥妥的交通领域六边形战士。圣保罗项目不是简单卖产品，而是提供整套解决方案，从适配改造到系统集成，再到后期运维，把中国技术和标准带到海外，也为其他城市解决停滞轨交项目提供了样本。
目前开通的是首期路段，后续延伸段已经提上日程。当地政府对项目很满意，后续扩建运维大概率还会和比亚迪合作。从国内城市到巴西圣保罗，云轨用实力证明了它的实用性和竞争力，也让中国制造在海外轨道交通领域多了一张亮眼名片。接下来，相信会有更多海外城市选择云轨，比亚迪的交通生态版图也会越扩越大。很多人对比亚迪的印象还停留在造电动车，但在海外，它早就不是一家车企了。要知道，早在乘用车大规模出海前，比亚迪就以电动大巴打开全球市场，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电动化的核心推动者。2013年，比亚迪 K9 电动大巴通过欧盟整车认证，正式进入欧洲市场。当时欧洲市场对中国汽车产品认可度不高，比亚迪凭借稳定性能和零排放优势，逐步打开局面。如今，比亚迪电动大巴已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，400多座城市。在欧洲，比亚迪累计获得电动大巴订单超6500辆，覆盖26国160多个城市，累计行驶里程超5.5亿公里，减少碳排放近60万吨。这些数据不是简单数字，而是长期运营积累的市场信任。在瑞典北部极寒地区，比亚迪大巴实现连续5年无故障运行，适应零下30度左右的低温环境。在伦敦，其运营准点率高达 99.8%， 超越当地传统车型，成为伦敦公交系统重要组成部分。匈牙利、法国、美国加州也均设有比亚迪电动大巴工厂，实现本地化生产，既降低成本，也更好适配当地需求。不止如此，在汽车强国日本，比亚迪2015年进入京都市场，初期遭遇了质疑，当地市场长期被本土品牌占据，对外来品牌接受度不高。但比亚迪凭借250公里续航、零噪音、高稳定性的优势，快速占据市场。东京每3辆电动巴士就有2辆来自比亚迪。还有在智利，比亚迪交付94辆18米较结实电动公交车队，创下当地最大规模纪录，成为智利公共交通电动化标志性项目。从巴黎凯旋门到伦敦街头，从日本京都到巴西圣保罗，比亚迪的电动大巴早已成为全球城市绿色出行的标志性符号，也为比亚迪后续多领域出海打下基础。此外，作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厂商之一，比亚迪的电池业务不仅服务汽车，更延伸至储能领域，形成光伏加储能加应用的全链条能源方案。在动力电池领域，比亚迪刀片电池凭借高安全、长寿命优势，不仅搭载于自家车型，还向全球多家车企供货。这种技术外溢让比亚迪电池业务独立发展，不再局限于自身整车配套。在海外，比亚迪在巴西、匈牙利等地建设电池工厂，配套当地整车与储能项目，形成区域化产业链闭环，储能业务成为新增长点。2025年，比亚迪与沙特电力公司签署12.5吉瓦时储能项目合同，叠加此前合同，总规模达15.1吉瓦时，成为当时全球最大储能项目。沙特作为能源大国，选择比亚迪储能方案，体现对其技术与规模的认可。在欧洲、澳洲、拉美，比亚迪大型储能电站广泛应用于电网调峰、可再生能源并网，帮助城市构建稳定的零碳能源体系。同时，比亚迪光伏组件与储能系统搭配，为城市、园区、家庭提供分布式能源方案。从发电、储能到用电，比亚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能源闭环，助力全球城市实现碳中和目标。这种能源领域布局，让比亚迪从交通领域延伸至能源基础设施，参与城市核心能源体系建设。轨道交通是比亚迪海外布局另一重要板块，比亚迪为巴西圣保罗市打造的云轨就不说了。此外，比亚迪在巴西萨尔瓦多还建设了全球首条跨海云轨，项目设计方案于2020年获批，成为了当地重要交通工程。在泰国、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，比亚迪云巴、云轨也相继签约落地，为城市提供低成本、高效率的轨道交通选择。比亚迪从电池、电机、电控到整车、轨道交通、储能，所有核心技术自主可控，形成了其他品牌难以复制的壁垒。这种全产业链优势让比亚迪在不同领域协同发展，技术共享、成本优化，提升整体竞争力。它的海外布局从最初单一产品突破到如今多领域协同，
全方案输出体现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高度。这种转变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升级，更代表中国从产品输出向技术与方案输出的跨越。未来，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推进，比亚迪凭借全产业链与多领域布局优势，势必会在更多国家与城市落地，持续输出绿色城市解决方案，让世界看到中国科技企业的综合实力与全球价值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